你还记得高中时图书馆的味道吗？那种旧书页、木头书柜和一点点灰尘混合在一起的安静的气味。我想起高中的一个下午，我无意间在图书馆抽出一本很旧的书，书皮已经有些泛黄，但书名很特别，叫做《国境之南，太阳之西》。翻到书本最后，那张用来盖章的还书卡已经斑驳泛黄，上面却有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名字，是我很喜欢、很崇拜的一位地理科老师的名字。在那一瞬间，这本书对我忽然有了不一样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一本小说，更像一个秘密的连结。我好像透过这本书窥见了那位总是在讲台上温和地谈论着遥远风土人情的老师，他年轻时内心的某个角落。那个下午以及后来很多个日子，我心里都藏着这个小小的秘密，一种很安静的、说不出口的、有点酸又有点甜的情愫。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种感觉其实和这本书在谈的事情非常非常像。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一切似乎都很好，生活如常，家庭稳定，外人看来一切都在正轨上，但内心深处总有一块是空的，你说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只是有时候在洗碗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你突然有种疏离感，好像这个世界跟你本身是错开的。今天想和你聊的就是这本安静却让人思绪翻涌的小说。它不大有名，也不是村上春树最受欢迎的作品，但我认为它可能是他写的最接近日常真实的一本书。这本小说叫做《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这是一个40多岁男子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出军。他的人生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家里有一位温柔的妻子，有孩子，有房子。他经营一家爵士酒吧，事业稳定，收入足够，生活算是中产小康，但他却经常感到不安。那不安不像焦虑症，也不是忧郁症，他只是不快乐，而这种不快乐是说不出口的。更难的是，这种说不出口可能很多人都有，尤其是当你的人生到了某个阶段，该有的都有了，你也不太能对别人诉苦，因为从外人眼里看来你是幸福的。主角出军，心里其实一直惦记着一个人，那是一位小学时期的朋友，名字叫岛本。他们曾经有过一段短暂但深刻的连结，但岛本后来转学消失了，从此没有音讯。就这样，时间过去了20年。那是一段看似很小的插曲，但它像一颗沙子，卡在心里最深处。久了以后，那颗沙子没有消失，而是变成一种慢性的刺痛。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人？他可能只在你生命中出现过一小段时间，没有承诺，没有未来，甚至没什么实质的交集，但你一直忘不了他。也许你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忘不了他。这本小说就是从这样的缺口开始说故事的，但他不急着给答案，他只是轻轻的、慢慢的描绘那个感觉。当你的人生已经成型，却总有某个部分让你觉得不是这样。我想，国境之南，太阳之西真正描写的不是爱情，也不是背叛，而是疏离感。这种疏离感有3种常见的样子。第一种叫做生活与内心的错位，你做着该做的事，说着该说的话，过着大人该过的日子，但你知道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而你也不再问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你知道问了也不会有答案。第二种叫做关系中的孤单，有时候你身边有人，却比一个人还寂寞。你坐在餐桌上，看着家人吃饭，突然觉得彼此好像离得很远。第3种是对过去的投射，很多时候我们怀念的不是某个人，而是当时的自己，那个还没有受过伤，还相信未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这3种疏离感在小说里交错着出现，但村上的文字没有批判，没有高声喊叫，他只是让这些感觉静静的流动。
国境之南，太阳之西这个书名本身就像一个谜。国境之南是一首老歌，讲的是一段遥不可及的恋情。太阳之西则是来自一则俄罗斯童话，说人一旦向太阳之西走去，就会生一种无名的病，永远回不了头。这两个意象都不是真实的地方，它们是象征，象征我们心里那个如果我当时选择了别条路，会不会比较快乐的想象，象征我们对现实人生的疲乏，对另一种人生的逃避。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家里的沙发上，突然想着，如果我当时没有结婚呢？如果我当初没有那么乖的选择稳定的人生呢？现在的我是不是比较像我自己？这种想法不一定有答案，也不一定会导致实际的行动，但它会一直在你心底，像一道缝。在这本小说里，初君与岛本确实再见了，那是一场命运式的重逢。他以为自己可以借此填补过去的遗憾，他甚至一度想为他放弃一切，事业、家庭、人生，但这段关系最终还是无疾而终。岛本再度离开，这次甚至没留下任何线索，他的来与去就像一场梦，而这样的梦比从没出现过更让人痛。我们常以为遗憾最痛，但其实最痛的是当遗憾真的回来时，你才发现它仍然无法被实现。那份无力是比单纯的想念还要深的，因为这时的你不再是那个可以相信明天、相信爱情的人，你已经有了现实，有了家庭，有了年纪，也有了负担，你无法真正回去，你也无法真的前进，你只能停在原地，看着那个你以为可以重来的故事再次结束。而这才是成年的重逢最致命的地方。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想到一个观察，很多人不是不被爱，而是他们自己不在自己的生命里，他们被现实推着走，被角色困住，被日常吞没，所以即使身边有人，他们还是觉得自己是孤单的。这本小说像是在提醒我们，当你感到孤单时，不一定是因为别人不懂你，有时候是因为你也不太懂自己，或者你把自己遗忘得太久了。村上春树说过，他写这本小说时，想描绘一个看似什么都有，却仍然空虚的人。如果你的人生也有这样的时刻，你不需要把小说当解药，你可以把它当一面镜子。我记得当时看完这本小说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触动，不是那种让人热泪盈眶的感动，而是一种静静的、深深的我懂了的感觉，仿佛有人在远方轻声说，你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感觉的人。小说用了非常细腻的方式描写主角初君对自我身份的怀疑，对过去的执着，对当下的困惑，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这些感觉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深深经历过，那种我是不是过得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是我一直带着的东西。有趣的是，我当时还很年轻，根本不是小说里说的那种年纪，但却能理解那份抽离和渴望。可能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比较早熟，也可能因为我是个很会想的人。那份对如果当初不一样的想象，是我从小就会不断思考的事。对我来说，国境之南，太阳之西不只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它更像是一个关于人如何面对失落的故事。有些失落是明显的，例如失去一个人；有些失落则是更难以言喻的，例如失去某种可能性，失去某种对自己的理解。小说里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初君说，重要的不是他到底是谁，而是他代表了我人生中某段东西的总和。这句话深深打动我。有些人来到我们生命里，留下的不是回忆，而是一种感觉，一种让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状态。现在回头看，我很感谢那天午后的自己，因为好奇老师的名字翻开了这本书。这样的偶遇很难再发生，但有时候一本书能在错的时间带来对的感受，就已经足够珍贵了。在你心里，是否也有一个国境之南或者太阳之西？
那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首歌、一部电影、一座你从未去过的城市，或是一个你没有选择的人生版本。欢迎在留言区分享那个专属于你的安静的角落。在这里，我们不急着给建议或找答案，只是单纯的让彼此知道我们不是孤单一人。如果你也喜欢这样，和我一起在文字与故事里安静的聊聊人生，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成为在网络世界里能互相理解的温柔的陪伴。我们下次见。We said so little and nothing was wrong, but silence was heavy and stayed far too long.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where all the almost quietly run. I waited for nothing, and nothing still came, but I hold that moment without a name. The years moved like water, quiet and slow. I tried to forget you, but never let go. Your hands in your pockets, your eyes far away. The kind of goodbye we never could say. South of the border, west of the sun, where all the almost quietly run. I waited for nothing, and nothing still came, but I hold that moment without a name. Maybe in some life we spoke, maybe in dreams that broke. You said we are here, and I smiled, but only